这是？你穿婚纱真的好美，我快忍不住了。可是今天晚上新婚夜怎么办啊？我之前一直拒绝林冲，都说是我第一次。哎，他就是个大傻逼，你到时候擦点红墨水就好了啊！还是你聪明，最爱你了。那我让你更爱我。朱红杏，当年我用尽人脉助你成为女富豪，你却在新婚之夜和别的男人搞到一起。朱老爷子，你的恩我不报了。冲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有点冷。冲哥，你的手好凉。我是心凉。冲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一会儿婚礼就要开始了，你可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儿啊！薇薇，你说这婚我该结吗？冲哥，你想听真心话吗？不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就不爱你。去享用这么美的新娘，讨厌了。怎么？你不喜欢？喜欢。而我很爱你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跟楚红杏结婚。这3年，我看着你每天对他嘘寒问暖。哦，我来给你送奶茶。而他只是把你当成一个玩物。我看着都很心疼，多少次我都想跟你说，求求你疼疼我，看看我。薇薇，你怎么会？对不起，冲哥，我知道我不该说这些，你快去结婚吧，我走了。沿着记忆追寻你的过往，倘若梦境有一瞬被照亮。薇薇，你等我，我这就去和楚红杏说清楚，然后娶你。什么？让我们有请新郎上场，跟新娘表演早生贵子。新郎呢？这个废物，什么事情都干不好。西门，你来。什么？啊？早生贵子？不是新郎新娘才玩的游戏吗？新娘这么玩，太不把新郎放在眼里了吧？你还不知道呢啊！这新郎林冲啊，就是一个实打实的舔狗。这新娘玩他呀，就像玩哈巴狗一样。这些人怎么这样？头一次听说。新娘，这不好吧？有什么好不好的？玩个游戏而已。我看谁有意见？西门，过来。哎，辛苦你了。刚刚轻松多了。别亲我，再亲吃不到了。哦，都听你的，我不亲了。这新郎都受得了？新郎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啊？听说这林家呀，家境也一般。这楚红杏啊，长得又漂亮又有钱。这绿帽啊，说不定人家乐意戴呢。看来我们的新娘和伴郎配合得很默契啊！好玩，我还想再玩一次。我就知道你没有一次满足的时候。没脸看，没脸看！这俩人有一腿。
这新娘这么嚣张，完全不把这婚姻啊当回事儿。我要是这新郎，我立马上去掀桌子，还来受这窝囊气。新娘，不要耽误了吉时。你管我？这么多人呢，晚上我们再好好玩。有请新郎上场。林冲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出来拜天地！林冲，你耳朵聋了吗？西门跟你讲话，你听不见吗？哎呀，看来这新郎啊没有什么地位了。哎，看来这绿帽啊待定啦。林冲，你杵在那儿干什么？你赶紧给我滚过来！要是再磨叽的话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这是你这婚纱真的好美，我快忍不住了。可是今天晚上新婚夜怎么办啊？我之前一直拒绝林冲，都说是我第一次。哎，他就是个大傻逼，你到时候擦点红墨水就好了啊！还是你聪明，最爱你了。那我让你更爱我。好啊，那就不结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这婚我不结了。林冲，你发什么疯啊？这是我们俩的婚礼，你知道我为了这个婚礼花了多少心思吗？你还知道这是我们俩婚礼？你把心思花在哪儿了？花在和他吃枣。这绿帽啊，说不定人家乐意戴呢。你难道不知道迟早要完吗？我和西门不过是玩个游戏而已，我爱和谁玩就和谁玩。对，林冲，你太过分了，红杏都给你解释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好啊，这里我不要了，这婚我也不结了。你敢悔婚？你配吗？配不配你心里清楚。朱红杏，当初是因为楚老爷子救过我才对你掏心掏肺。你要什么我给你买什么。对了，他想要10万块钱，我直接给他20万不就行了吗？就算知道你和西门不亲不楚，这么媚的新娘，讨厌了。我也选择自欺欺人，想着结婚以后能够踏实过日子。可是直到今天我才看清楚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我不过就是个任人摆布的工具，是一个随便抛弃的野狗。说霸道些什么呢？我和西门不过是普通朋友，你别在这里小题大做了。普通朋友？普通朋友在婚礼上进行这么亲密的游戏？普通吗？在婚礼前一天跟他进行负距离接触。负距离接触，那不就是……哎，看不出来，这新娘玩的还真花呀。你别瞎说，我没有。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总之，这婚我不结了。林冲，你知道如果这婚你不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？后果？我只知道，这婚要是结了，就是我一辈子的苦果。你仗着我喜欢你，随意践踏我的尊严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，两不相欠。林冲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敢就这样走了？知道怕了就好。哎，我确实不该这么就走，我应该给你一巴掌再走。你居然敢打我！林冲，你反了！红杏养了你3年，竟然敢打他！
他养我，这3年要是没有我扶持，他养活自己都能。林冲，你要点脸吧！我这些年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，我是独立女性，走到今天靠的都是我自己。你一个无业游民，一个连工作都没有的穷屌丝，天天在家洗衣服做饭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，你呀，赶紧给我拜堂成亲，然后该死哪儿去死哪儿去！你是不是知道自己不行，然后把老婆让给我？这样，晚上洞房我替你住，你的老婆，这一切我全盘享受。随意，你们俩这对狗男女一起玩吧，爱死哪儿去死哪儿去。今天的婚礼，我请了全京城的豪门，还特意请来了3大财团，他们答应我，在我婚礼结束之后就跟我签合同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的地位将更上一层楼，到时候全京城的人都会看不起你，更不会有女人愿意嫁给你。我嫁。冲哥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王家独女王薇薇携千亿财产作嫁，求林冲先生不嫌寒酸，允许小女子嫁入林家，操持家务，共度一生。薇薇，如果你想嫁给我，我会风光的把你娶回去，不必如此卑微。冲哥，这不是卑微，你爱我1分，我还你2分。你给我机会，我给你幸福。冲哥，娶我好吗？好。你这个贱人，竟敢跟我抢男人！滚远点！林冲，你是不是早就跟他勾搭在一起了？早就出轨了？楚红杏，说话要有凭证。你和西门那是出轨，而我和冲哥是真心相爱。这就是你找来的演员吧？你是为了故意气我是吧？就像你看到的，我和薇薇是真心相爱，不是非你不可。好啊你！你敢找别的女人，我打死你！我管你是什么人，你都不能动冲哥。老公，我们走吧。林冲，你要是走了，我的签约合同怎么办？签一订单而已，你自己再重新签一个吧。1000亿而已，你知道1000亿是多少钱吗？要是毁了合同，我跟你没完。你的订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我不是个废物吗？怎么能左右这样的大事？我知道，我跟西门在一起，你很生气，但是你也不能随便找一个女人吧？就是，虽然王薇薇是王家千金，但是王家顶多算是富豪。这些年红杏的生意一飞冲天，那才是真凤凰。这几年如果没有我的帮衬，他连野鸡都不是。
既然你喜欢，你接盘吧。走。林冲，你真把自己当个人了，给我回来！红杏，你去哪儿啊？当然是追他了，不然我的合同……哎呀，他的话你也信啊？可是三大财团呢？你看，没有他，三大财团不照样到了吗？我们仨人现场签一合同，恭喜新人啊！谢谢。现在可以签合同了。林，新郎在哪儿？啊，这位就是新郎。这是……你好，我叫西门，是红杏的老公。我记得你老公是……林冲先生。他出轨了，所以我换了一个老公。一提到这件事情我就伤心，咱们还是别提了，快签合同吧。合同还过来，我们不签了。三位老总，这是何意呀？我们之前不是一直聊得顺风顺水的吗？再说了，我们楚氏集团现在发展形势一片大好呀，如果不签的话，对你们也是会有影响的。形势一片大好，臭红杏，你真是太自信了。这些年没有林先生的面子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我们的合作圈子。怎么可能啊？陈总，看在我们之前的咱们之间没有交情，我们能合作都是因为林先生。林先生现在不在，没有转圜余地，这合同签不了。那个陈大公子乃是我朋友，您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高抬贵手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陈总，您别生气呀，是林冲吗？他不过是一个无业游民，天天那里给我做饭送奶茶的。哦，我来给你送奶茶。他怎么会影响我们的合作呢？是啊，他就是个吃软饭的窝囊废。哼，竟敢诋毁林先生！不仅这次合作作废，之前所有合作都结束，我们投入的资金全额退回，1分都不能少。陈先生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合同即刻作废，3天内还清所有款项，没有杀掉余地。我的1000亿！傅小姐，你的1000亿没了。你们别走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你的号码已被拉黑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红杏，你先别急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看，林冲骗我们，世界第一首富艾弗森·爱德华将与王薇薇大婚。王薇薇刚才不是要嫁给林冲吗？看来是这林冲使了什么手段，让王薇薇陪他演了一场戏。王薇薇怎么可能看上林冲那种臭屌丝？那有什么用啊？三大财团都已经信了他的话了，我们的合同已经没了。爱德华先生可是世界第一首富，那是京城可望不可及的存在。要是我们能搭上他，薇薇，你为什么会选我？是因为同情我吗？不是，冲哥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怎么可能是同情你？我喜欢你，喜欢你整整3年了。刚才在台上，你说要嫁给我，还说要拿王家的1000亿财产做嫁妆。是不是因为看到我被楚红姐那样羞辱，所以可怜我？可怜？冲哥，你从来都不可怜，我从来都不觉得你可怜。你每天5点就起来，给楚红杏做她爱吃的早餐，哪怕她从来都不领情。还有，楚氏公司遇到危机，是你给了他们一份详细的解决方案，渡过难关。冲哥，你这么好，我爱你还来不及。可是，我是一个无业游民。楚红杏说的没错，我每天只会洗衣做饭，给她送奶茶。看你为谁苦闷，我就集中精神。是林冲吗？他不过是一个无业游民，天天那里给我做饭送奶茶的。我可能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，
王家是京城第1豪门，你是富家千金，你值得更好的人，而不是像我这样一个被人当成舔狗的人。更好的人，在我心里没有人比你更好了。这是赠送协议，我名下的千亿资产都赠到你名下。为你变成万能，想做你的分身情人。薇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冲哥，这不是给你的，这是给我们未来的家。3年前我就喜欢你了，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等我有能力了，一定要给你最好的生活。这张卡是不限额的，以后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再也不用看楚红杏的脸色了。薇薇，这些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我知道你是对我好，但我怕你是一时冲动，等你冷静下来，就会后悔的。冲哥，你看，这个是我1年前纹的，我怕你不相信我的心意，就把你的名字刻在了我的身上，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，我这辈子非你不嫁。我了解你的一切，也爱你的一切，不是同情，也不是一时冲动，是我藏了3年的真心。薇薇，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因为我爱你。从见到你的第1眼起，我就喜欢上了你。我每次看着你对楚红杏嘘寒问暖，看着你受委屈，我都心疼得不得了。冲哥，现在楚红杏已经不值得你留恋了，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照顾你一辈子？冲哥，好不好吗？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没关系，冲哥，多久我都愿意等。只要是你，现在你愿意娶我吗？这些你先拿回去。冲哥，你还是不愿意娶我？我愿意，我愿意娶你，不是因为你的财产，也不是因为感动，而是因为你是王薇薇，是那个爱了我3年，把我的一切都放在心上的王薇薇。既然要娶你为妻，我会毫无保留。其实我还有个名字，叫爱德华。冲哥，你是爱德华，全球首富爱德华？是我，对不起，一直隐瞒了你这么久。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再告诉你，没想到是这个时候。明天我会以爱德华的身份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，一场让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婚礼。我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冲哥，没关系，不管你是林冲还是爱德华，只要是你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每天给你洗衣做饭，生儿育女就够了。傻丫头，你值得一切最好的。西门，你说像爱德华这样的大人物能同意见我们吗？虽然啊，我们没资格见到爱德华那位大人物，但他的小弟陈宫、陈大少在京城也是手眼通天，那跟我有交集，我倒是跟他说说合作的事儿，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哎，西门，还是你靠得住，不管哪方面，不像林冲那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窝囊废。哎，那是当然，毕竟你让我靠了那么多次，我也让你靠靠。讨厌！哎，但你进去之后一定要谨言慎行，里面的都是大人物，随便一个人都能让京城倒3头。好，那个该不会是林冲吧？老婆，你看错了吧？像林冲那种屌丝，他连知道宴会存在的机会都没有，
也是，他就是个窝囊废。嗨，走。要是微微出来，就把这个给他。林冲，没想到真的是你。原来你是……哈哈哈，爱德华先生的保安啊！哈哈哈，他要真是爱德华先生的保安，我还能高看他一眼。我看呀，他就是这个酒店的日结保安，来凑数的。林冲啊，你这是想要一辈子当窝囊废废物吗？哦，那你们真会气。不过今天大喜的日子，不跟你们计较。林冲，你还真是贱。一边跟我悔婚，毁了我的百亿合同，一边又在这里跟我制造偶遇，纠缠我。我已经遇到薇薇了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孩，我会纠缠你。你别装了，我们都知道，王薇薇只不过是你请来的演员罢了。她今天可是要和爱德华先生结婚的。你说这些，无非就是想气我，让我吃醋。你别做梦，我绝不回头。你不会回头？那你给我写什么情书啊？让我来看看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把情书还我！我已经说过，这封情书不是写给你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别再说这些话惹怒我！告诉你，你就是写断手，我也绝对不会心软的。楚红杏，就算我拒绝你了，你也不用这么伤心吧？哈哈哈哈！林冲，我是真没想到你会这么甜。哎，你倒不如做我和他的保安，这样的话还能看我俩快活。林冲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让那3个合作商恢复和我处事的合作，我可以让你回到我的身边做保安。不过呢，你除了服侍我以外，还得服侍西门。啊！动我的情书，你找死！林冲，你敢打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陈少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有个小瘪三在这闹事儿，一会儿就给他清理走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在我的地盘闹事？我有问题吗？林冲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这么跟陈少说话，找死！大喜之日，弟弟。该找死的人是你！陈少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在帮你清理垃圾呢。我的事还需要你这个无名小卒插手？陈少，怪我自作多情了，我不知道陈少你喜欢亲自动手。那个，您先别生气啊，我来呀是有事来求你。陈少你好，我是楚氏集团的楚红杏，我们公司有一点小忙，想请您。少你开口。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请我吗？哎呀，陈少，您呀别生气呀，这事儿，算我求您了。算你的啊？你以为你就不在阿猫阿狗的范畴内吗？在这儿闹事，你承担得起后果吗？陈少，那真不是我闹事儿，都是那个小瘪三儿，他故意。滚！都怪那个什么林冲，破坏了爱德华的婚礼，还自己溜了，把我们弄得那么难看，真是该死！我一定要想办法弄死他。不过现在我们惹怒了陈大少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你说，爱德华先生如果知道林冲想给他的女人当新郎，冲哥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A star cousin, a
那不得想办法弄死他？这样我们就可以追回之前的合同了，还能得到爱德华先生的赏识，一飞冲天。是，我一定要让林冲跪下来给我舔心，让他当我一辈子的狗。大哥，今天全京市的豪门名流都汇聚于此，幸好您从未以真名示人，不然非得被权贵们缠得不可开交啊！当初隐藏身份是为报恩，现在已至如此，一切都已成过往云烟。监工，今天的婚礼绝对不可以出现半点差池。如果有人来捣乱，我要他在京城消失。放心吧，大哥，那我先去核对婚礼流程了。去吧。好的。林冲，你为了继续舔我，都已经追到会场来了，你有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啊？楚红杏，你不仅脑子不好使，耳朵也不好使。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还有，是我甩的你。林冲，收起你那些见不得人的龌龊心思。你一个保安，费尽心思融入会场，不就是想通过巴结陈少爷，吸引红杏的注意吗？林冲，我告诉你，你收起你那些小心思，你越是这样，就让我越恶心。你怎么想是你的事情，少给我废话，否则什么叫保安？你自己不就是个保安？林冲，我看你呀，就是嫉妒红杏青睐我，在这没事找事儿。林冲啊，收起你那些小心思吧。你前面搅黄我们家订单的事，我可以饶你。不过，因为你西门被陈总给误会了，我要你现在给他跪下来磕头道歉，并且让他抽你巴掌，抽到他满意为止。让我给你的奸夫道歉是吧？好啊。林冲，你找死！看来你不满意我的道歉方式，我这还有。林冲，你真找死！对了，还有你，这是还你的道歉。楚红杏，你为了这样一个阿谀奉承的小白脸，百般折磨、侮辱、凌辱，你不光耳朵聋，而且眼盲心瞎，还毫无眼光。林冲，收起你这副大义凛然的嘴脸，你不就是吃西门的醋，争西门的风吗？这是……辛苦你了。刚刚轻松多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就一辈子只能做舔狗，做家庭主妇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赶紧滚蛋！就你这副恶毒怨妇的嘴脸，我想到都恶心的把昨天晚上吃的饭会吐出来，恶心到头了。红杏，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。就林冲这副穷酸样，要我一天都跟他过不下去。怪不得三大财阀要和咱们解约。哼，竟敢诋毁林先生！不仅这次合作作废，之前所有合作都结束，我们投入的资金全额退回，1分都不能少。陈先生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合同即刻作废，3天内还清所有款项，没有杀掉一地。我猜，别让这个穷逼在背后捣鬼。林冲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听从爷爷的安排，同意和你这个窝囊废订婚。我看你不仅窝囊，你还坏，连条狗都不如。我不嫁给你，连嫁给狗都不如。你是说我王家携带100亿资产下嫁的人是条狗？楚红杏，你有几条命，敢这样大放厥词？王薇薇竟然当众承认她要嫁给林冲，难道林冲真的是爱德华？这不可能啊！要我说，他
真是那样的大人物，那这么多年他吃你的喝你的，我看啊，王薇薇就是他的姘头。这样，咱们一会儿帮爱德华先生教训这对渣男贱女。是，我看林冲呀，他就是个窝囊废，是个吃软饭的。我真是脑子坏了。你确实该换换脑子了。你连林冲这样的绝世好男人都舍得放手，换我是绝对不会松手的。老公，才一会儿不见我就想你了。王薇薇，你当众给爱德华先生戴绿帽子，你就不怕你被从京城除名吗？只要能和林哥在一起，就算我王家败落又如何呢？况且，你又怎么知道林冲不是爱德华呢？就他这样窝囊成性，3分钟热度，什么事都做不成，凭什么会是站在京城之巅的爱德华先生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打你还需要理由？我可是在夸你的老公爱德华。我老公需要你这样的贱货来夸？林冲，你不是男人，你竟然勾搭王薇薇，一起来欺负红杏。红杏，你没事吧？林冲，你就这样看着他打我是吧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还想回到我的身边，你就给我打回去。薇薇，打得好。林冲，你找抽！我老公打你那是赏你的，我可没有我老公那么善良。你现在立刻跪下磕头，给我老公道歉！我堂堂楚氏集团的总裁，我凭什么给这个窝囊废小白脸道歉？总裁是吗？高高在上是吗？千亿资产是吗？惹我老公生气是吗？王薇薇，你就不怕遭报应了？别说我是为民除害，就算我是真的欺负你，又能拿我怎么样？我楚家在京城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，岂容你这样诋毁？爷爷，我们楚家在京城也是有名的花氏家族，虽然现在不比以前风光，但是我爷爷在京城还是很有话语权的。于先生，王小姐，我是来解决问题。楚老爷子，你当年的救命之恩，我没齿难忘。但是你眼看到您孙女，我怕是无福消受。林冲，我爷爷当年救了你，而且这些年我供你白吃白喝，你就这么对我，你可真是一个白眼狼！给我闭嘴！林先生的救命之恩早就还完了，是我楚家亏欠您的。爷爷干嘛对他这么尊敬啊？他不过是个臭保安而已。当初我就是看他这么窝囊，一辈子都是个底层人物，所以我才不跟他在一起的。你非要逼我。楚红杏，你真是好坏不分，能和林冲先生订婚，是你三生有幸，祖坟冒青烟。王薇薇，你是不是大小姐日子过久了？现在随便找一个保安在这儿偷情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们王家和爱德华先生都不会放过你的。爷爷，你不用顾及王家的势力，他们2个人在偷情，早晚会完蛋的。家门不幸啊！爷爷，是林冲让我们楚家破产，是他让我们家门不幸的呀。爷爷，你干什么打我呀？没有林先生，就没有我们楚家的现在。爷爷，我们楚家可是100年家产。早在5年前，我们楚家面临破产，是林先生力挽狂澜。爷爷，你老糊涂了吧？他只知道天天洗衣做饭，这算什么力挽狂澜呀？为了我们楚家，日日夜夜更新的人是我呀！不林，楚红杏，你连作为当家人的胸襟和智慧都没有，我楚氏今日的一切都是被你这个蠢货连累的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楚红杏逐出楚家家门。爷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要是这样子放任我在京城，我会死的。死也是你自找的。如果你不和姓戚的搞出那些不要脸的事情，怎么会有今天的结果？怎么会这样？林冲，你是不是你跑到爷爷那里去给我告状的？你舔我不成，你竟然还去告诉长辈！红杏，丢人现眼！林先生，今天实在是叨扰了，等我处理完这不孝女，一定补上一份大礼。大礼就不必了，
楚老爷子，虽然我跟你的孙女没有缘分，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林楚两家是友非敌。林先生豁达，楚某敬佩，我一定会处理好这2个人的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带走。大哥，嫂子，一切就绪，婚礼可以开始了。老公，我终于可以嫁给你了。爷爷，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毕竟我才是你的亲孙女，那个林初只不过是我们楚家的一条狗而已。到现在你还是这么固执己见，楚红杏，你真是蠢得可以！当初我看错人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楚家再无任何的瓜葛。爷爷，你要跟我断绝关系，你想让我死在外面吗？我楚家是做家政保洁起家的，你回去做保洁吧。放心，饿不死你。哼！爷爷，都怪那个林初，他把我和你的事情都告到了一直爱民生的爷爷面前。西门，还好有你在，只有你是一直真心实意对我的。给我放开！老子没走，是因为还没好好收拾你这个骚货。西门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害得我西门家倾家荡产，我没杀了你，已经算是大发慈悲了。西门家破产了？这不是我做的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当然不是你，你个蠢女人，你有这么大的能力没？我起初接近你，只不过是想捞点油水，可你却害得我西门家破产，老子不打死你！你接近我只是为了捞油水？你不是说好你是真心实意，你是爱我的吗？这鬼话你也相信？当然是图钱，就是为了图我的钱。西门，我要弄死你！要不是因为你，爷爷才不会把我赶出家门的。都是因为你招惹了林冲，还害得老子也倾家破产。呸！真他妈晦气！以后别让我看见你。林冲，原来一切都是你个死舔狗捣的鬼！别让我再看到你。老公，昨晚你辛苦了，我去集团了。你才辛苦了，老婆。一会儿我送你，顺便一起把这衣服丢了。老公，你怎么会有外卖服啊？之前隐藏身份在楚红杏身边，为了补贴家用，晚上我就去兼职跑外卖，没想到他去前就给他丢脸了。老公，那是楚红杏的问题，和你和送外卖这份职业都没有任何关系。说得好，没想到你这个千金大小姐居然能有这样想法。那是自然，正常人都会这样想。老公，我还没有见你穿过这身衣服，你可以穿给我看看吗？之前在楚红杏身边给她洗衣做饭，她却嗤之以鼻。没想到有一天我老婆居然会主动让我穿这件衣服。我就喜欢我老公做家庭主妇的样子，最性感最有魅力了。老公，我还没有吃过你做的饭呢。这有啥的，一会儿我就做好饭，穿这件衣服给你送公司去。老公，你真好，我一定要牢牢抓住你，谁抢我也不放手。好，谁抢我也不走。给老婆送的饭送到，她一定很幸福。我就喜欢我老公做家庭主妇的样子，最性感最有魅力了。林初，林初，我就知道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！你捣乱了我公司的项目，你巴结陈少，你还撺掇我爷爷，最后还挑拨走了西门，你可真贱！楚红杏，你挺会脑补，我建议你去看一下脑科，因为你看起来好像智商有问题。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之前还在宴会上面装呢，你现在怎么不装了？你怎么就穿上了外卖服？不是错，
我是来给我老婆送饭。你老婆？这里可是王氏集团，你该不会还想说她是你的老婆，你是爱德华吧？林冲，我看你离开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你天天就在想着怎么打我的脸。你的事情和我无关，你爱信不信？你撒谎！你如果不是为了追我，你怎么会跟踪我到这儿？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你爱信不信？我给我老婆送饭，没空搭理你。你不许进去。集团有规定，外卖员不许进入大厦送餐。我身为集团员工，不会允许你一个臭送外卖的进去。楚红杏，你简直目光短浅，不可理喻，没有脑子。我目光短浅，那我怎么能够成为楚氏集团的董事长？我要是没有脑子，我怎么能够拿下项目合作？林冲，要不是你之前从中作梗，我现在早就已经成为行业新贵了。楚红杏，你还真的是没有脑子，你不会还真的以为是靠你的努力才取得今天的成就的吧？楚氏如果当年没有我就会破产，是我昼夜颠倒带着你做方案，更是我帮楚氏拉的合作，不然你那些商业巨鳄会对你一个小丫头点头哈腰，都是因为我。笑死了！难道就是因为你这身外卖服吗？你之前就是为了我送外卖丢人，你现在这么多年了，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？你还在这里装什么逼呀？我要是你啊，干脆去死了算了，还活着有什么意义？干什么？陈少，就是这个外卖员，他非要闯入集团来送外卖，你赶紧把他赶出去。送外卖的想要违规进入大厦，竟然有这样的事？没错，他就是我的舔狗，为了获得我的原谅，故意追到这里来。陈少，你可要好好教育他呀。林冲，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能够跑得掉。保安，把闹事的人给我抓起来。是。哎，陈少，你抓我干什么？你抓这个臭送外卖的。你有几个胆子，敢对林先生不敬？什么林先生？他不过就是个臭送外卖的而已啊。林先生是我们集团的贵客，我们总裁都是要亲自招待的。楚红杏，你被开除了。陈少，你不能开除我呀！你要这样子，我怎么活呀？这都是你自己作的。李梅姐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林冲，我知道了，你根本不是什么保安，也不是送外卖的，你一直都是在骗我。我从来没有想过骗，只是你自己听不进我的，从来只信西门的挑唆。楚红杏，你有今天的一切，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林冲，你少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了，你不就是因为早就跟那个王薇薇勾搭在一起了吗？一边舔我，一边出轨，最应该遭报应的人就是你。所以，你自以为知道的真相就是这个？我回想起来这几天发生的事情，比刚刚轻松多了。你知道我和西门的事情之后，就来找我无理取闹，然后王薇薇就出现了，然后合作取消，参加宴会。我和我爷爷还有西门，他们一个个都是因为你，真相只有一个。我倒想知道，你能说出多离谱的猜测？你说服了王薇薇，让她用王家的权势，一个个去迫使这些人离开我。我的1000亿！给我闭嘴！林冲，你为了报复我，你可真是下了狠心了，连孙子兵法都用上了。你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你配得上我处心积虑的报复吗？我不配，谁配呀？你之前为了追我，你给我送了999天的廉价早饭，为了给我买礼物去跑外卖。你现在在这里跟我装什么呀？原来我付出了这么多年的真心，在你眼里就是个笑话。楚红杏，你根本就不会得到别人一丝一毫的好。我真后悔这些年对你的付出，只为自己感到不值。你凭什么指责我？但凡你自己有点出息，能够多赚点钱，我也不会和西门在一起。女人出轨错在男人，就是因为他们的男人没能耐、没本事。
我允许你侮辱我的付出，因为我已经不爱你。但是我不允许你为自己寂寞的背叛说成是我的错。我逼你出轨了吗？不喜欢我的话，为什么不能退婚？还不是因为爷爷非要逼着我跟你订婚。楚老爷子从未逼你结婚。你想继承楚氏，你前面还有2个哥哥，要不是我，你凭什么能当上楚氏的总裁？那是因为我2个哥哥都是废物。林冲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竟然把我当总裁的功劳记在你的头上，你的脸可真大呀！楚红杏，你真是无可救药。是我无可救药，还是你无理取闹啊？当初你要是真想让我留在你身边，为什么不在看到西门的时候跪着求着我留下来？虽然你是个废物，但如果你要是听话的话，我也不介意把你当成个狗养着。我告诉你，早晚有一天我会攀上爱德华，把你当成狗一样踩在脚下。楚红杏，你这个蠢物，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林大哥就是爱德华，简直可笑至极。什么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林冲他就是一个家庭主妇，他怎么可能是爱德华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如果他不是爱德华，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婚礼上？为什么你爷会如此敬重他？为什么你的情郎要跪舔他？这些不都是林冲想挽回我所用的招数吗？冲哥挥手多少名媛前赴后继，为什么要挽回你？这怎么会这样？林冲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的身份？你就是一直在骗我。我从未想过要隐瞒你。3年前，我被你爷救了，醒来后，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我上门为婿。彼时想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，但是你爷爷考虑到你上面还有2个哥哥，会因此产生嫉妒之心，所以拜托我隐瞒身份。可是我明明已经在楚氏站稳了脚步，婚礼前我明明有那么多的机会，你还是选择推开我。林冲，是你亲手将我推出去的。是吗？楚红杏，婚礼前一晚，我已经做好了向你全盘托出的准备。想的和做的是不一样的，林冲，你现在不过是给自己在找借口罢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做？那天我去到婚纱店，就是想告诉你真相的。可那个时候你明明什么都没说呀。因为我去而复返了。你全都看到了。这是你穿婚纱真的好美，我快忍不住了。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楚红杏，你能有今天，是你自己咎由自取。成功，我们走。啊！林冲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林冲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这样对我呀！说，西门家破产了，我们3000万什么时候还？他们让找你。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啊！西门，这么说就是不还钱了？江湖规矩，不还钱就偿命。对。别，他都是他！要不是这个贱人，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混蛋，你说谁贱人呢？楚红杏，你个扫把星！要不是你当初勾引我，要不是你非要跟林冲那样，我西门家能破产吗？你放屁！西门，你这个窝囊废，明明是你自己贪心不足，想借着我楚家的势力往上爬。放弃他，跟我结婚吧。结果呢？自己没本事，现在还在这里怪我。要不是你当初花言巧语骗我，说什么能帮我搞定3大财团，你觉得我会放弃林冲跟你在一起吗？帮你搞定财团？我看你是被猪油蒙了心。你真以为那些财团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？要不是你背后有林冲，你连给他们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是你自己眼瞎，分不清谁在利用你，谁是真的爱你。我眼瞎？你能好到哪里去？你当初接近我，不就是图我们楚家的钱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偷偷转移我们楚家的财产，要不是你把公司的流动资金卷走一半，我们楚家会这么快破产吗？西门，你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！你敢打我，楚红杏，你个贱女人！哎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能看上你。你除了会仗着你家里势力耀武扬威，你还会干什么？
连个男人都留不住，被林冲像扔垃圾一样抛弃，还有脸来怪我？我被林冲抛弃，总比你被全京城的人唾弃好吧？哼！自从你们家破产以后，你爸就气得瘫痪了，你妈卷着最后一笔钱跑路了，你现在就是个孤家寡人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孤家寡人又怎么样？还不比你强？不出家门，谁也不认你，几个哥哥还想杀了你，现在连份正经的工作都没有，靠给别人保洁苟延残喘。楚红杏活到现在，真是个笑话。我是个笑话，你才是笑话呢！你以为你和陈少是至交，可是人家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，你在他面前连条狗都不如。你之前还吹牛说你能搭上爱德华，结果呢，林冲就是爱德华，你连给他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林冲？你还有脸提林冲？要不是你在试衣间勾引我，被林冲撞破，我们两个能沦落到现在这样吗？水性杨花的贱人！在婚纱店，要不是你当初勾引我，我能这样？谁说林冲是个废物，只会洗衣做饭？是我勾引你又怎么样？当初真是瞎了眼，我怎么会觉得你比林冲好啊？你除了会在床上耍点花样，你还会什么呀？你做生意一塌糊涂，只会逃避甩锅。西门，你就是个没用的软饭男。说我是软饭男？贱人，有脸说我？楚红杏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我西门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下水。彼此彼此。西门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们现在已经生不如死了。西门，3000万，今天要么还钱，要么留下一只胳膊。楚红杏，你不能见死不救！我当初帮你转移资产，手里留有你挪用公款的证据。你要不帮我还钱，我就把这事儿公之于众，让你身败名裂。曝光我？你也太天真了！你觉得这些证据现在对我而言还有什么作用吗？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身败名裂又能怎么样呢？倒是你，我已经给警察局发了匿名邮件，把你转移资产、挪用公款的事情全部告诉他们了。下半辈子就等着在监狱度过吧。你疯了！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的好处就是看着你倒霉，和我一样痛苦。西门，我们俩就是天生的孽缘，既然不能一起幸福，那就一起下地狱吧。老公，西门和楚红杏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，他们都被判刑了。我知道，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老公，你还有什么遗憾吗？没有了。遇到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起，我只想一直好好照顾你。老公，我也是。不管你是林冲还是爱德华，我爱的都是你这个人。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好吗？好，不分开了。以后我会用今后每一天爱你，照顾你，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